现在的美股市场正在上演一场有史以来最分裂的打脸大戏。一边是无数财经博主、华尔街分析师每天在头条上喊 AI 泡沫即将破裂，2000年互联网崩盘重现，把恐慌情绪拉到顶点；另一边是纳斯达克指数悄无声息地逼近历史新高，英伟达、苹果这些科技巨头在深夜盘后交易中动辄暴涨几个点，市值一天增加几千亿美元。你打开任何一个财经平台，看到的都是完全相反的结论。有人说现在不跑就要亏光本金，有人说现在不上车就要错过10年一遇的万点长牛。最尴尬的是，两边都能拿出看起来无懈可击的证据，两边都有身价100亿的大佬站台，很多人就在这种分裂里反复横跳。昨天刚清仓，今天就看着股票暴涨拍大腿，今天刚追高，明天就遇到暴跌被套牢，最后钱没赚到，心态先崩了。看完这个视频，你不会得到一个明确的明天涨还是跌的答案，因为没有人能准确预测市场，但你会搞清楚3件最重要的事儿。第一，现在市场上最主流的3种声音，他们各自的逻辑漏洞在哪里？第二，为什么那些身价100亿的华尔街大佬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？他们的分歧本质上是什么？第三，作为一个普通散户，在这种极端分裂的市场里，到底该怎么做才能不成为时代的炮灰，既能吃到行情的红利，又能在泡沫破裂的时候保住本金？如果你也在纠结现在该加仓还是该跑路，先点个赞收藏一下，不然后面讲到那个4层认知模型的时候，你可能真找不回来了。我也想先问问大家，到目前为止，你是更相信大空头的崩盘警告，还是更相信大多头的万点美梦？可以把你的想法打在评论区，我会认真看每一条留言，遇到有代表性的观点，我会在后面的视频里专门拆解。我们先从空头阵营说起。提到看空美股绕不开的一个人就是迈克尔·菲伯里，就是那个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前孤注一掷做空整个华尔街，最后赚了几亿美元的大空头。这一次伯里又站出来喊话了，而且态度非常坚决。他说现在的 AI 泡沫比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还要严重，破裂只是时间问题。很多人一看到伯里说话就吓得赶紧清仓，觉得上次他对了，这次肯定也对。但问题是，你不能只看他的结论，你得看他背后的逻辑到底成不成立。伯里看空的第一个核心逻辑就是卖稿人狂热。这个理论很多人都听过，就是说在淘金热的时候，最后赚到大钱的不是那些淘金的人，而是卖稿子卖牛仔裤的人。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时候，最火的不是后来活下来的谷歌、亚马逊，而是那些给互联网公司提供设备的企业，比如思科。当时思科的市值一度超过5000亿美元，是全世界市值最高的公司。结果泡沫破裂之后，思科的股价跌了90%，用了整整20年才回到当时的高点。伯里说，现在的英伟达就是当年的思科，所有人都在说 AI 是未来，所有公司都在抢注买 GPU。英伟达就像那个卖稿子的人，不管最后谁能在 AI 赛道里跑出来，他都能赚钱。但问题是，当所有人都疯狂抢购稿子的时候，稿子的价格就会远远偏离它的实际价值。一旦市场发现 AI 带来的利润根本支撑不起这么高的投入，第一个崩盘的就是卖稿子的人。这个逻辑听起来是不是很有道理？但我觉得这里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细节。2000年的时候，思科的产品是没有护城河的。当时生产网络设备的公司不止思科一家，只要有钱，谁都能进来做。但英伟达不一样，它的 CUDA 生态已经形成了非常强的垄断优势。现在全世界90%以上的 AI 算力都跑在英伟达的 GPU 上，而且几乎所有的 AI 框架都是先适配 CUDA， 再适配其他平台。这种软硬件结合的生态护城河不是短时间内能够被打破的。当然，我不是说英伟达的股价不会跌，我是说简单的把英伟达和当年的思科划等号，这个逻辑是不完整的。伯里的第二个逻辑是故事大干利润。他说现在很多 AI 公司根本没有赚钱，甚至连清晰的盈利模式都没有，仅靠一个 AI 故事就能把股价炒上天。这和2000年的时候一模一样，当时只要公司名字里加个抗，股价就能翻好几倍，根本没人关心它到底赚不赚钱。这一点我其实是认同的。你去看现在美股里的很多 AI 概念股，动态市盈率几十倍、上百倍，甚至还有亏损的公司市值几百亿美元，他们的股价上涨完全是靠预期推动的，而不是靠实际的盈利。
一旦市场的预期发生变化，这些公司的股价就会出现断崖式下跌。但这里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不能把所有的科技股都混为一谈。现在的美股市场其实已经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分化，一边是英伟达、微软、苹果这些真正有业绩支撑的巨头，他们的盈利确实在高速增长；另一边是那些蹭 AI 热点的垃圾股，他们除了故事什么都没有。伯里说的，故事大利利润更多的是针对后者，而不是前者。很多人犯的错误就是一听说有泡沫就把所有的股票都卖掉，但实际上就算泡沫真的破裂，那些有真正核心竞争力的公司最后还是会渐渐回来，而那些蹭热点的垃圾股就再也回不来了。伯里的第三个逻辑是资金过度集中。他说现在美股的上涨完全是靠7大科技巨头拉动的，其他绝大多数股票其实都在下跌。这种极端的资金集中是市场见顶的典型信号。2000年和2008年市场崩盘之前都出现过类似的情况，这个数据是对的。今年以来，标普500指数的涨幅里有超过 70% 来自 IG、微软、英伟达、苹果、亚马逊、Meta、特斯拉和谷歌这7家公司。如果把这7家公司去掉，标普500指数其实基本上没怎么涨。但问题是，资金集中本身并不是崩盘的充分条件，它只是说明市场的风险偏好很低，大家都愿意把钱放在最安全、最确定的资产上。在经济不确定性比较高的时候，这种抱团取暖的行为其实是很正常的。而且从历史上看，这种资金集中的状态可以持续很长时间，不一定会立刻导致崩盘。伯里的第4个逻辑是技术面上的死亡交叉。他说纳斯达克指数的50日均线已经跌破了200日均线，这是典型的熊市信号。过去几十年，每次出现这种情况，市场都会出现大幅下跌。对技术分析，我向来的态度是可以参考，但不能迷信。技术指标其实是过去市场情绪的总结，它可以告诉你现在市场处于什么状态，但它不能预测未来。而且现在的市场和几十年前已经完全不一样了，量化交易的占比超过了 70%， 很多技术指标其实已经失效了。更重要的是，伯里自己也说过一句话，看空不代表要做空，这其实是他给所有散户最重要的一个警告。很多人一听到崩盘的言论就跑去做空股指，结果被炸空，亏得倾家荡产。在现在这种流动性泛滥的市场里，做空的风险远远大干的做多，因为股票的上涨空间是无限的，而下跌空间最多只有 100%。 一旦你做空的时候遇到哑空，你可能会损失所有的本金。说完了空头的逻辑，我们再来看看多头的观点。现在华尔街最激进的多头已经把标普500指数的目标价提到了10000点，也就是说，他们认为从现在开始美股还能再涨1倍。这个说法听起来很疯狂，对吧？但他们也有自己的逻辑，而且同样有数据支撑。多头的第一个核心逻辑是企业盈利的强劲增长。他们说现在的美股上涨根本不是什么泡沫，而是由真实的盈利推动的。刚刚过去的这个财报季，标普500指数成分股的整体盈利增长率超过了 10%， 远远超过市场之前的预期。其中科技板块的盈利增长率更是超过了 20%。 很多人以为现在的科技股股价很高，但实际上他们的盈利增长速度比股价上涨速度还要快。也就是说，随着盈利的增长，他们的估值其实是在下降的。比如英伟达，虽然股价今年涨了很多，但它的动态市盈率其实比去年还要低，因为它的盈利增长了好几倍。多头把这种由盈利推动的上涨叫做融涨，和泡沫不一样，融涨是有基本面支撑的，它可以持续很长时间。比如上世纪90年代的美股大牛市，就是由企业盈利的高速增长推动的，持续了整整10年。多头的第二个逻辑是咆哮的2020年代，他们认为现在的 AI 革命就像当年的工业革命、电力革命和互联网革命一样，是一次能够改变人类生产力的技术革命。这次革命会带来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，推动全球经济进入一个长达10年的高速增长期，也就是所谓的咆哮的2020年代。他们说，现在我们只看到了 AI 在聊天、写作这些领域的应用，未来 AI 会渗透到几乎所有的行业，从制造业、农业到医疗、教育，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。这个过程中会诞生无数的伟大公司，也会带来巨大的投资机会。
现在我们只不过是站在这场革命的起点而已。黑石集团的 CEO 苏世民就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，现在根本不是什么 AI 泡沫，而是全球的基建跟不上算力的需求。他说现在全世界都在疯狂的建数据中心，疯狂的买 GPU， 这种需求至少会持续5到10年。在需求远远大于供给的情况下，相关公司的盈利会继续高速增长，股价自然也会继续上涨。多头的第三个逻辑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，他们认为美联储的加息周期已经结束了，接下来会进入降息周期。一旦美联储开始降息，市场的流动性就会进一步宽松，更多的资金会涌入股市，推动股价继续上涨。从历史上看，美联储降息周期的初期往往是股市表现最好的时候，因为降息会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，提升企业的盈利，同时也会降低债券的收益率，让股票变得更有吸引力。听完了空头和多头的逻辑，你是不是觉得更乱了？两边说的都有道理，两边都有数据支撑，到底谁对谁错？其实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绝对的对和错，空头看到的是风险，多头看到的是机会。而真正聪明的投资者不会简单的站在某一边，而是会采取第三种态度，有泡沫，但派对还没结束。这就是市场上中间派的观点，也是我个人比较认同的观点。中间派认为现在的美股确实有泡沫，很多 AI 概念股的估值已经高得离谱，确实存在泡沫破裂的风险。但同时 AI 带来的生产力变革也是真实的，它确实会推动很多行业的发展，带来巨大的投资机会。所以现在不是一个要么全仓要么空仓的时代，而是一个泡沫冲浪的时代。你不能因为害怕泡沫就完全离场，错过这场可能是10年一遇的大行情，也不能因为贪婪就全仓追高，最后在泡沫破裂的时候亏光本金。那到底什么是泡沫冲浪术？说白了，就是跳完最后一支舞再走。你要明白，泡沫从形成到破裂是一个很长的过程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市场会给你很多次赚钱的机会。你不需要从头吃到尾，你只需要在泡沫还比较安全的时候进场，在泡沫快要破裂的时候离场就可以了。当然，没有人能精准的预测泡沫破裂的时间点，所以你不能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，你要控制好仓位，做好风险管理。同时，你不能闭眼买，你要懂得区分选股。什么叫区分选股？就是不要买那些只会讲故事的垃圾股，要买那些真正有核心竞争力、有实际盈利，能够从 AI 革命中受益的公司。比如 Palantir， 很多人可能对这家公司不太熟悉，它是一家做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软件的公司，主要客户是政府和大型企业。和很多只会讲故事的 AI 公司不一样， Palantir 已经实现了连续多个季度的盈利，而且它的 AI 产品已经在很多领域得到了实际的应用。比如美军用它的软件来分析战场数据，银行用它的软件来检测欺诈，制造企业用它的软件来优化生产流程。这种公司就算泡沫破裂了，它的股价也不会跌得太惨，因为它有真实的业务和盈利支撑。而那些蹭热点的垃圾股，一旦泡沫破裂，就会变成一纸空文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同样是看住同一个市场，同样是看住同一组数据，那些华尔街大佬们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？难道真的是有人聪明有人傻吗？当然不是。那些能够在华尔街站稳脚跟的大佬，没有一个是傻子。他们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分歧，本质上是因为他们的认知层次不一样。我把市场上的投资者分成了4个认知层次，从低到高分别是技术信号交易者、基本面价值者、宏观叙事者和产业资本操盘手。第一个层次是技术信号交易者，这类投资者只看 K 线图、均线、MACD 这些技术指标，他们就像开车的时候只盯住仪表盘的司机，只要仪表盘上的指针不对，就觉得车要翻了。大空头伯里其实就有一点这个倾向，他非常看重技术面上的信号，比如死亡交叉、估值、百分位这些，所以当他看到这些信号出现的时候，就会坚定的看空市场。但技术指标最大的问题就是它只能反映过去，不能预测未来，而且在极端的市场行情下，技术指标往往会失效。比如在大牛市里，技术指标会一次又一次的出现顶背离，但股价还是会继续上涨。第二个层次是基本面价值者，这类投资者会打开公司的财报，仔细研究公司的盈利、现金流、资产负债表这些基本面数据。
他们就像买车的时候会打开引擎盖，仔细检查发动机的人，他们只会买那些估值合理、盈利稳定的公司。现在很多看多美股的机构投资者就属来这个层次，他们看到了科技公司盈利的高速增长，看到了他们的护城河，所以认为现在的股价是合理的，甚至还有上涨的空间。基本面分析的好处是，它能够让你避开那些没有价值的垃圾股，但它的问题是，它很难解释市场的短期波动。很多时候，公司的基本面没有发生任何变化，但股价却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出现大幅波动。第三个层次是宏观叙事者，这类投资者不仅看公司的基本面，还会看宏观经济、货币政策、地缘政治这些更大的变量。他们就像开车的时候不仅看仪表盘和发动机，还会看路况和天气的人。比如，他们会关注美联储什么时候降息，会关注通货膨胀的走势，会关注全球经济的增长情况。他们明白，个股的走势永远离不开宏观环境的影响。就算一家公司的基本面再好，如果遇到了经济危机，它的股价也会下跌。现在市场上的很多中间派就属蓝这个层次，他们既看到了 AI 带来的基本面改善，也看到了宏观经济中的风险，比如通货膨胀反弹、美联储政策变化、地缘冲突等等。所以他们不会盲目看多，也不会盲目看空，而是会根据宏观环境的变化调整自己的仓位。第四个层次，也是最高的一个层次，是产业资本操盘手。这类投资者本身就是产业的参与者，他们不仅懂技术、懂基本面、懂宏观，还懂产业的发展规律和资本的运作逻辑。他们就像造车的人，他们不仅知道车怎么开，还知道车是怎么造出来的，未来会发展成什么样子。比如英伟达的黄仁勋、微软的比尔·费盖茨、特斯拉的马斯克，他们就属 LAN 这个层次。他们亲身参与了 AI 产业的发展，知道这个产业的潜力到底有多大，知道现在处在什么阶段，知道未来会往哪个方向走。他们的认知维度远远高普通的投资者，所以当普通投资者还在争论到底是泡沫还是牛市的时候，他们已经在布局未来了。说到这里，你应该明白为什么大佬们会有分歧了，因为他们站在不同的楼层看到的风景不一样。站在1楼的人看到的是眼前的坑坑洼洼，站在10楼的人看到的是前面的十字路口，站在100楼的人看到的是整个城市的天际线。没有谁对谁错，只是认知的维度不一样而已。作为一个普通散户，我们很难达到第4个层次，但我们至少可以努力达到第2个或者第3个层次。不要只盯住 K 线图买卖股票，不要听风就是雨，要学会自己分析公司的基本面，学会关注宏观环境的变化。讲完了认知层次，我们来说说现在市场上存在的4大隐形风险。这些风险很多人都没有提到，但它们随时都有可能引发市场的大幅波动。第一个风险是 IPO 抽血，现在很多私人公司都在排队准备 IPO， 尤其是那些 AI 公司，他们看到现在市场这么火，都想赶紧上市圈钱。一旦大量公司集中上市，就会从市场上抽走大量的资金，导致股市下跌。第二个风险是通货膨胀反弹，很多人以为通货膨胀已经被控制住了，美联储很快就会降息，但实际上现在的通货膨胀依然很顽固，油价、房价、服务业价格都在上涨。一旦通货膨胀出现反弹，美联储就会推迟降息，甚至有可能重新加息，这对股市来说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第三个风险是美联储的政策变局，现在市场已经把今年降息3次的预期定价进去了。如果美联储最后降息的次数少占第3次，甚至不降息，市场就会出现剧烈的调整。而且美联储现在还在进行缩表，每个月都会从市场上抽走几百亿美元的流动性，这个影响很多人都忽略了。第4个风险是地缘冲突，现在世界上很多地方都不太平，这些地缘冲突随时都有可能升级，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。而且地缘冲突还会导致能源价格上涨，加剧通货膨胀，进一步影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。面对这些风险，作为一个普通散户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我给大家3句生存箴言，只要你能做到，就能在这个极端分裂的市场里活下来，而且还能赚到钱。第一句，永远不要随便做空。我再强调一遍，在现在这种市场环境下，做空的风险远远大于做多。就算你再看空市场，也不要去做空股指，不要去做空个股。你可以选择空仓观望，可以选择清仓参与，但绝对不要做空。第二句，永远不要全仓追高。
无论你多么看好一个公司，多么看好一个行业，都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。市场永远是不可预测的，你永远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控制好仓位，永远留一部分现金，这样你才能在市场出现机会的时候有子弹，在市场出现风险的时候有退路。第三句，永远要区分选股，不要买那些只会讲故事的垃圾股，不要买那些你看不懂的公司，要买那些有核心竞争力、有实际盈利，能够从长期趋势中受益的公司。就算市场出现调整，这些公司的股价也会很快回来，而那些垃圾股一旦跌下去就再也回不来了。其实投资这件事儿说难也难，说简单也简单，难的是克服自己的贪婪和恐惧，简单的是只要你坚持正确的原则，长期来看一定能赚到钱。现在的市场确实很疯狂，确实有很多泡沫，但疯狂和泡沫本来就是牛市的一部分，没有疯狂就没有牛市，没有泡沫就没有暴富的机会。你不需要去预测泡沫什么时候破裂，你只需要知道泡沫存在，然后控制好自己的风险，在泡沫里游泳，在泡沫破裂之前上岸就可以了。最后，我想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如果泡沫真的破裂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你是会恐慌性的割肉离场，还是会趁机买入那些被错杀的优质公司？可以把你的想法打在评论区，我们一起讨论。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。后面我会继续拆解更多关师美股、关论 AI、关类投资的话题，帮你剥离市场的噪音，看见真正重要的变量。最后跟大家说一句，今天所有的内容都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和信息分享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投资有风险，入市需谨慎。所有的投资决策都应该由你自己做出，所有的投资风险也都应该由你自己承担。如果有拿不准的地方，一定要微的询专业的投资顾问。